吃排泄物，用针穿他脚10个脚趾全穿破，5个脚趾直接穿透，防止他跑。31刀啊，嘴巴给缝了8针啊，舌头直接插穿了。剩饭剩菜倒在鸭圈里面，如果鸭子没吃完，就要让我女儿吃掉它，被推进了火炉。我亲手按下了那个火炉键，我对不起她，我只是下辈子去投胎，选个好妈妈。工作人员把她拉走的时候，我都跪下了，等一下，再等一下，让我再看，因为我知道，你即便那是个尸体，我还能看看。可是这一推进去，我连这个画面都没有。我说你哪怕让我跟孩子通个话，我求求你，或者你们告诉我地址，我远远的去看一下也可以，也不行，也没有。他说孩子不想见我，孩子现在过得很好，孩子恨我，不想见我。我最大的恨是刘佳，可是那是他的女儿啊。我女儿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她怎么就不是直接间接杀人呢？其他不说，1600片的购买泻药记录足以她杀人犯了。我怎么向我的女儿交代？我怎么好意思再去见我的女儿？她在的时候我没有尽全力抚养她，她被这么折磨离世了，我对她的事情还没有个交代。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会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心里都像是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它是关于一个12岁的女孩在她的家里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故事。这不是电影剧本，也不是虚构的网剧，这是几年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血淋淋的真实案件。女孩名叫琪琪，这是一个化名，但她承受的痛苦却是真实的。琪琪201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的一个普通村庄长大。如果一切正常，现在的她应该是个充满活力的花季少女。可就在2023年的冬天，她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17天。最终，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离开时，她只有12岁，体重只有40多斤，瘦得皮包骨头，而她的身上布满了新旧交替的伤痕，还有一些我光是说出来都感觉快要窒息了的细节。时间回到2023年12月，地点是莆田市华亭镇的一个村子。琪琪的童年并不完整，父母很早就离异了，她跟着父亲生活。她的生母白女士无数次的想把自己的女儿要回来，但都没能成功。直到2024年，白女士接到法院的一纸通知，才晴天霹雳般的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在2023年12月22日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母亲要用这种方式来得知女儿的死讯，这种心痛我们无法想象。从小学到初中，本该是少女最美好的时光，但琪琪的日常从她的继母走进这个家门开始就彻底消失了。她的家慢慢变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等待她的是长期的体罚、挨打、受冻、挨饿，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但更可怕的是远超我们想象极限的折磨。琪琪被逼着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互相殴打，被强迫吃下难以形容的排泄物，被灌下大量的泻药，甚至遭到针扎、烫伤。这些都不是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反复发生的一个可怕的循环。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其实住在附近的邻居们有过零星的察觉。有人看到琪琪满身的淤青，有人深夜听到过孩子隐隐的哭声。但所有这些不对劲儿都被轻描淡写的解释成了孩子调皮，他老是往外跑。有好心人劝过，村干部甚至处理过琪琪离家出走的情况，但可悲的是，所有这些零星的干预就像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泛起一点点涟漪后就消失了，最终没能把琪琪从通往地狱的路上拉回来。而真正的人间地狱在2023年12月6日这天拉开了序幕。法院后来查明，从这一天到12月21日，整整17天，
是琪琪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在这17天里，继母变本加厉，把琪琪的手脚反复捆绑起来，把他关在了一个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卫生间里，长期不给他吃正常的饮食，伴随着的是反复的升级的体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12岁的孩子在黑暗、冰冷、狭小的空间里是如何度过这400多个小时的。那么这17天里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判决书和证人证词为我们拼凑出了2类画面，一类是日常的虐待、殴打、辱骂、逼吃污物、强迫互殴，而另一类则是精心设计的令人发指的摧残，比如用针扎他的舌头，用刀割他的脚趾，用开水烫他的身体。更可怕的是，为了防止他逃跑，施暴者甚至用针线刺穿他的脚趾并缝上。光是听到这个细节，我的脊背就一阵发凉。但这还不是全部，比肉体折磨更可怕的是药物的摧残。法院的证据显示，琪琪的亲生父亲曾经通过网购给家里买了大约1600片的泻药。检方认为这些药被大量强行地灌给琪琪服下，导致他长期营养吸收障碍，严重脱水。这不是不小心，也不是偶尔一次，这是有计划、有持续性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孩子虚弱、痛苦。一位父亲为自己女儿网购的东西竟然是1600片泻药，这本身就足够让人心寒了。明明就是刘江该死，整整17天，我的女儿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口不给她吃的，掺着有尿液的雪碧让她喝，大冬天让她吃排泄物，让她吃厕所的屎，让她吃辣条，直到尸检划开我女儿的胃，都没能发现她胃里有半粒米，有一点残渣的食物，全是泻药，1600片的泻药，这样的人他和魔鬼有什么区别？2023年12月22日，最后的时刻到了。当救护车接到有人晕倒的求助赶到时，琪琪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现场的医生发现孩子身上伤痕累累，而继母的行为举止又异常反常，于是果断选择了报警。警方赶到后，发现了更多试图掩盖的痕迹。卫生间被匆忙清洗过了，家里的监控录像被删除了，琪琪的衣物也被更换和清洗过了。这一切都指向了4个字：毁灭证据。而后来揭露的真相更加令人心碎。就在当天上午，当家里其他孩子发现琪琪已经生命垂危，甚至开始求情的时候，那个恶魔继母并没有停手。他竟然把奄奄一息的琪琪拖到客厅，逼迫他收养的14岁儿子用铁棍去击打琪琪的头部。最终在3次致命的打击后，琪琪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带给他无尽痛苦的世界。在众多的证据里，邻居的证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网购泻药的凭证、法医的尸检报告，他们像一张严密的网，最终将施暴者牢牢套住。但每当想到这里，我心里都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如果我们社区的干预机制能更灵敏一点，如果每一次报警和求助都能被更严肃地对待，这个悲剧有没有可能避免呢？在这个案件里，最让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理解的是亲生父亲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不知情的旁观者。根据庭审披露和媒体报道，这位父亲不仅自己也动手打过孩子，更关键的是，在继母持续虐待琪琪期间，他曾经通过微信收到过继母发来的孩子被虐待的照片。请大家试想一下这个画面：你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你的现任妻子发来的你的亲生女儿正在被折磨的照片。一个正常的父亲会怎么做？
一定会是立刻制止，甚至报警，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但琪琪的父亲是怎么做的呢？他选择了沉默，甚至他还用行动提供了帮助。那1600片泻药就是他用自己的名义网购的。在法庭上，他辩称那是减肥药、备用药，但这样的说辞，法庭并没有采信。我们很难想象琪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看待这个本该是他最坚固堡垒的父亲的。他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纵容，甚至每一次帮忙，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往深渊里推得更近了一步。案件进入公诉程序后，引发了全国的关注。2024年9月，莆田市检察院对继母和生父提起了公诉。2025年4月，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继母是主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认定生父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强烈的舆论海啸。争议点主要有2个。第一，为什么继母判得这么重？法院认为他的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极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所以判处极刑。第二，也是最大的争议点，为什么生父只判了5年半？5年6个月，这个数字像一根刺，扎在了所有关注此案的人的心里。琪琪的生母完全无法接受，坚决要求上诉。网络上更是群情激愤，很多人质问：5年半，他提供1600片泻药的时候，难道不是在间接杀人吗？一个父亲如此冷漠地纵容虐待，甚至助纣为虐，这样的惩罚足够告慰孩子的在天之灵吗？更让人心里发冷的是，在2审的庭审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这位生父竟然在法庭上为那个虐待女儿致死的继母哭泣求情。这个场面让旁听席上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一边是为他生下女儿的前妻在庭外崩溃，他与女儿9年未见，再见已是天人永隔；一边是他却在为夺走女儿生命的施暴者求情。这种对比太过讽刺，也太过残忍。花求情，他替许金花哭泣，说许金花不该死刑，所以我没忍住，我看到许金花在那里一直哭，我就问她哭什么，她也怕死。我看到的她的哭泣并不是她的悔过之意，她怕的是她死，她哭的是她死。我的女儿求过她多少次，想让她救救她都没有。刘江居然还要替一个杀人犯求情。今天的案件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胸口发闷，喉咙发紧，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每一个细节，被缝上的嘴巴，被针扎穿的舌头，被1600片泻药灌毁的肠胃，这些词每一个都太重了，重到不像应该出现在一个12岁孩子的人生里。这根本不是故事，这是一个孩子真实承受过的每一天，是他短短一生走过的血淋淋的路。琪琪走了，他最终没能等来一个坚实的拥抱。我们在这里讲述，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重复那些残忍的细节。我是觉得这个孩子来过一趟，受了那么多苦，如果我们只是听完叹口气然后忘掉，那对他来说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我想对屏幕前的你说，请你把此刻心里那份堵着的感觉，那份心疼和愤怒稍微留得久一点，把它变成你看向身边世界时多出来的那一份留意。也许就是你下班路上对那个独自在路边徘徊的孩子多问的一句：小朋友，你怎么了？也许就是你听到邻居家传来不寻常的哭喊时
没有选择关上门，而是选择拨出的一个电话。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想象琪琪经历过的那种黑暗，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一束很微小的光。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抱住那个无助的他，但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份不冷漠的心去照亮另一个可能正躲在角落里的孩子。你的这一次留意，你多管的这一次闲事儿，你说出来的那一句话，很可能就是某个孩子的救命稻草。我是小薇，记住琪琪，然后请代替他去好好爱护这个世界的孩子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